和尚落山啦，咩意思啊？出事嘅啦，咁留意打翻鬼喎。越打越好睇，打啦打啦打啦，我講上半句，睇你可唔可以接到下半句咯我未經過怕你有勒啊，喎。咁滾水淥豬腸。兩頭縮噶啦，嗱，呢度個兩頭縮有兩個意思，咁第一個意思係指份量縮減縮水咁解，帶啲諷刺嘅意思嘅。咁第二個意思係形容有啲人因為驚細膽，所以退縮，亦都叫做兩頭縮啦。咁江西佬打死馬騮咧，有家歸不得噶咯，咁武斌郎咬唔出汁，下一句又係咩咧？事出必有因噶啦，武斌郎又點會咬得出汁至得㗎？嗱，所以每件事嘅發生肯定有原因嘅。你睇佢做日和尚考日中噶啦，點解啊？得過且過噶啦，咁和尚住嘅地方，下一句又係咩咧？妙啊，點過讚啦，咁阿媽打仔，下一句咧？天經地義噶啦，咁老婆打老公咧？天公地道噶啦，咁孔子底褲，下一句又係咩咧？恐怖啊，嗱，孔子嘅孔同恐怖嘅恐係同音嚟嘅。咁孔子嗰塊布啊，所以咪恐怖咯。咁床下底踢毽，下一句係咩啊？大家都高，我問你床下底斬晒，下一句有乜嘢？未知嘅話，你答咯。今晚有咩啊？鹹蛋滾湯啊，心之實在，即係話心硬唔心軟嘅人。煲涼糖水喎，芋頭煲糖水，浸夠淡咯，浸夠淡咯。嗱，芋頭煲糖水中間係冇味噶嘛，咁所以咪心淡咯。咁墳場姑爺仔，下一句又係乜嘢咧？溝死女咯，咁乜嘢叫做姑爺仔咧吓？姑爺仔喺輩分裏面係指老公嘅妹妹嘅老公，又或者係老婆嘅妹夫。但係舊陣時一啲大戶人家對外嫁女嘅丈夫嘅稱呼，亦都叫做姑爺嘅。譬如話一啲妹仔叫自己小姐嘅老公就會叫做姑爺啦。但係後嚟講下喺廣府話裏面就延伸出兩個唔同嘅意思，都係一啲唔好嘅意思。第一種就係食拖鞋飯、食軟飯嘅男人，即係俾女人包養嘅小白臉，咁亦都叫做軟飯王。少奮鬥10年，你話好唔好呢？而另一種就係專門呃女人，令女人誤入歧途嘅男人，譬如話呃女人入火坑做舞女啦，係咪？呢一種專門呃女性嘅男子就叫做姑爺仔啦。咁所以你話煲老藕好啊，定係做姑爺仔好呢？但係我覺得靠自己努力就最實際啦。我問你10月借頭，下一句係咩？知嘅話答咯。咁竹樹尾曱甴，下一句係咩咧？嘆風涼噶啦，嘆係感嘆嘅嘆，係識得享受嘅嘆，感嘆人生啊嘛。咁嘆風涼嘅意思即係話喺棵樹下面嘆風涼，享受陣陣嘅涼意咁解咯。不過仲有個版本係竹樹尾曱甴，下一句又係咩咧？又想風流真又硬。尿鴨味嘅鴨字係經常有人問到嘅，就係食字旁呢個鴨，拼音輸入法 AI 就可以打得出啦。粵語讀鴨鴨都得嘅。個鴨字係形容啲食物變味，又臭又益又鴨，咁亦都可以形容一啲尿騷味，亦都叫做尿鴨。咁柴魚命，下一句又係咩咧？膽性氣嘅啦，柴魚係要打碎先至可以攞嚟煲噶嘛。咁以前阿媽咧就好慣用藤條嚟炆豬肉啦，因為細佬哥唔聽話啊嘛，所以咪唔打唔教都唔成氣候咯。咁茶樓搬家，下一句又係咩咧？我諗過噶咯，另起爐灶噶啦。咁隔山買牛，下一句係咩咧？好醜撞彩數噶啦，即係話靠運氣啊！阿婆，我鞋底有沙啊！要燉乾淨至有安樂個。呢個燉乾淨至安樂有兩個意思，一個係真係燉呢個鞋沙，而另一個意思如果一個人受咗委屈嘅話，要吐晒苦水出嚟先至安樂，就叫做燉乾淨先安樂安心咁解。向非法佬拜師，下一句又係咩咧？咁就要從頭學起咯。咁老鼠舐燈盞，下一句又係咩咧？只顧眼前光噶啦，即係話唔理後果咁解，俾人嗒咗佢都唔知啊。咁年初一見面，下一句又係咩咧？專講好話噶啦。
嗱，其實粵語歇後語真係生動得嚟，又盞鬼又有道理嘅，句句都包含咗廣府文化。但係隨住時代嘅變遷，越嚟越少人講啦。嗱，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講，多啲點讚，多啲評論，轉發俾身邊嘅朋友，令我哋一齊重溫下廣府文化，重溫下呢啲歇後語。好啦，到最後阿婆話要考下你，我考下你，水瓜打狗下一句係咩嘢？知嘅話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講白話撐粵語，自己有點個讚。Hello， 大家好，我係大棉妹。嗱，早期同大家講過，牛喺12生肖裏面係排行第2，咁對應嘅12地支就係丑。嗱，講起牛俾大家嘅印象就係有力量同埋好勤力。咁依家嘅牛俾引申為一個形容詞。嗱，北方人講牛係形容一個人非常厲害同埋有本事嘅意思。嗱，廣府人講嘅牛意思就唔同，咁可能呢啲就叫做南北差異。嗱，廢話少講，咁今期繼續請95歲嘅老廣同大家講下喺廣府地區究竟有幾隻牛。嗱，睇下有冇甩漏，有嘅話你補上啦。嗱，每人都有最牛嗰一日，咁生日又叫牛咩呢？咁咪牛日啦，即生自拆開啊，咁就要牛日啦。咁形容身體強壯健碩又牛咩呢？牛高馬大，即係個人生得高大，又大隻又做得，真係啊牛高馬大啦。咁形容冇文化、橫蠻、衝動、急性子嘅人又叫牛咩呢？牛精嘅咧，佢又惡噶啦，打交要攞第一噶。咁倔強固執講極都唔明又叫牛咩呢？牛頸嘅咧，講極啲唔明，好硬頸嘅牛啊！掹啲唔進噶。咁頑固只認死理又叫牛咩呢？死牛一邊頸，唔識轉彎個。咁唔夠精叻又叫牛咩呢？牛屁燈籠，照犬唔照塵，講極啲唔明白。哦，咁如果問非所答，講嘅同問嘅係兩碼事，又叫牛咩呢？牛頭咁搭馬嘴。哦，咁粗糙發黃嘅紙又叫牛咩呢？牛屎紙。咁北方人講嘅強扭的瓜不甜，用粵語又點講呢？牛唔飲水唔浸得牛頭低。嗱，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呢一句話，其實同廣府人嘅性格十分相似，意思即係話若非他人自願，不可強迫其做某事嘅意思，強調嘅係廣府人嗰種不輕易服輸嘅性格。順便講下呢個禁字，普通話讀遷，粵語讀禁。禁字嘅本意係指以手按物，即係用手按嘅意思。嗱，亦都可以寫作呢個禁，但係為咗唔複雜化，嗱，所以可以寫翻常用嘅禁字。嗱，呢個禁字仲可以組詞為當水魚咁禁，禁中禁制。嗱，老廣臨時要考下咁多位，考下大家嗰度牛三星，知唔知係咩呢？你知唔知係乜嘢啊？咁100蚊叫做咩牛啊？紅牛噶啦。咁1000蚊呢？金牛。俾我啦，咁啊！喂喂喂，今晚去同在坊入飯啦，有錢啦！咁平時開車違規嘅罰單又叫牛咩呢？牛肉乾啦！咁炒賣火車票或者演出票嘅人又叫做牛咩呢？紅牛黨嘅咧。咁自己顧自己又叫牛咩呢？紅牛落水各顧各。嗱，打工仔經常出現嘅保持現有嘅狀況，但係又揾更好嘅機會，又叫做牛咩呢？騎牛揾馬，好簡單啫。咁如果好似你咁平時健忘嘅人，又叫做牛咩呢？騎牛揾牛，即係自己拎到啦，又去我硬藏住揾我自己係講冇記定。嗱，仲有一隻牛叫做牛嚼禾草，咁本意係借用咗牛吞食禾草嘅時候嘅嘴部動作嚟形容一個人講嘢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嘅意思。嗱，嚼喺粵語裏面有2個讀音，可以讀嚼，亦都可以讀嚼。嗱，讀嚼有用牙齒咬嘅意思，咁亦都可以用於複合詞，例如話咀嚼同埋咬文嚼字。嗱，讀嚼亦都有用牙齒咬嘅意思，例如話趙元松，你知唔知係咩意思呢？知嘅話解釋下啦。咁搶攻無力抵抗嘅人又叫牛咩呢？湯仔牛咁湯。咁如果一個受累，一個享福，又可以牛咩呢？牛耕田，馬食谷，老豆揾錢，仔享福。哇！咁強人所難又叫牛咩呢？拉牛上樹夾硬落去啦。咁如果扮得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又叫牛咩呢？牛頭馬面嘅咧。
形容人處於一個不利於自己嘅環境，就算有再大嘅本領都無法施展，就可以話牛牯跌落井，有力使唔上。牛牯即係相當於北方人講嘅鈷料。牯係指比較嫩嘅公，未閹割過嘅公牛就叫做生牯仔，咁閹咗嘅公牛就叫做熟牯。牯除咗可以指公牛之外，仲可以指貓狗豬等等。譬如話狗牯、貓牯。今期同大家講咗咁多句關於牛字嘅俗語，唔知大家有冇學到嘢呢？到最後老廣解答翻上一期嘅謎底。世事係竹波煲，大事企抬頭，低頭飲啖水，説話講溫柔，就係咁啦，就係支毛筆啦。毛筆係。哦，咁今期老廣又要考下大家。孔人行夜路，疑人捉到，打入衙門，剝諸可也。知唔知係咩呢？知唔知係乜嘢？食唔食得㗎？唔食得。又唔食得㗎喎，知嘅話底下留個言。好啦，今期嘅視頻暫時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咁呢個字點讀呢？阿字咧。係啦，咁呢個字呢，單人旁加個難字，難嘅咧。唔啱，呢個字讀挪，粵語讀挪。挪。係啦，再加大難度咯喎，咁呢兩個字又點讀呢？簡單啦，加協嘅咧。唔啱，再諗下。諗諗先，騎協嘅咧。都唔啱，再諗下。冇理由噶，我唔有睇《西遊記》啊。陣間話你知錯喺邊咯喎。錯邊啊？再嚟呢個詞彙又點讀呢？哦，這個是那個皇后獨孤伽羅，不對嗎？那是不是那個澤塔的奧特曼叫做伽羅？不對哦，那個叫伽馬。哦，現在都叫奧特曼哦，我們以前都叫超人。終極考驗嚟啦，呢一個詞彙你又點讀呢？迦南。錯。點解錯啊？單人旁有個加字，呢個字普通話讀加，且粵語讀加，亦都可以讀騎。當讀加嘅時候係指一種放射性原子，可以放射出呢一種射線，叫做丙種射線。喺醫學上或者喺工業上面用途都好廣㗎。咁當讀加嘅時候係音譯嚟嘅。譬如話瑜伽，咁仲有一種樂器叫做加耶琴。意大利文學家伽利略，大家應該有聽講過啦。咁呢個加字其實仲有個讀音讀且懶，粵語讀騎南。騎南其實就係梵語僧騎南摩嘅簡稱。咁漢文翻譯就將佢翻譯成僧院，即係話僧人所住嘅地方，係佛教寺院嘅統稱。咁騎南嘅騎指嘅就係僧團，即係出家人。個南其實就係阿南摩，即係園林嘅寺院。咁初期嘅騎南係以供奉佛陀嘅建築為主體構成，而後嚟佛殿逐漸成為咗寺院嘅主體建築。沉香都有個別稱叫做騎南香，但係好多人就會將佢讀成迦南香。簡單啲嚟講，即係話同佛教有關嘅就讀且，粵語讀騎；而同音譯有關嘅就讀加或者係讀加。明解唔明解啊？唔明解嘅話睇多次咯。咁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啦，睇咗《西遊記》咁耐，你又知唔知道豬八戒原本係乜嘢神仙呢？咁《西遊記》裏面如來兩個弟子個名就叫做阿傩，粵語讀阿傩。咁呢一個唔係讀迦葉，係讀且舍，粵語讀騎攝。咁加埋一齊就係讀阿傩騎攝。阿傩騎劫係啦。呢一個名其實按照梵音讀法嚟嘅，漢語只係照住翻譯嘅啫。咁讀錯或者讀歪都好難怪嘅。不過講到呢個阿傩騎攝，又令我諗起《西遊記》係我哋以前放學必追嘅劇嚟嘅，啲對白情節我哋都滾瓜爛熟，但係裏面有好多人物嘅稱謂，你唔一定識讀喎。唔信你試下啦。咁第一位呢一個叫做獨角乜嘢呢？我知獨角魚。唔啱，再諗下。獨角兜都錯，錯邊度啊？呢隻其實係青牛精嚟嘅，普通話讀獨角獅，粵語讀獨角字。字其實係古代犀牛一類怪獸嘅名，咁形狀似隻牛個頭，但係得一隻角嘅，所以就叫做獨角字啦。咁呢隻獨角字原本係太上老君嘅坐騎嚟嘅，但係有一日佢偷咗道祖嘅金剛鐸下凡為妖，攞住呢個金剛鐸套走咗孫悟空嘅金剛棒，仲有哪吒支槍。後嚟要太上老君嘅把芭蕉扇先至可以制服到佢。咁大家對呢一隻青牛精獨角字有冇印象呢？問題嚟啦，弼馬溫指嘅《西遊記》裏面邊一位人物呢？
咁呢一位叫做乜嘢星官呢？昂日星官，唔啱。嗱，好多人以為呢個字係昂貴嘅昂，嗱，其實昂字下面係個昂，咁但係呢個字下面係個某時嘅某。咁其實呢個字普通話讀卯，粵語讀某，同某時嘅某字係同音。嗱，某係星宿嘅名嚟嘅。咁某日星官其實係一隻大公雞，喺天庭裏邊專門負責叫人起床嘅。佢係好嘅。有一次佢仲幫孫悟空對付呢個蝎子精。咁呢一隻我夠膽講90%嘅人都唔識得讀，淨係知道佢係龍王第9個仔。威龍怪，唔啱，別龍怪都唔啱。呢個字普通話讀駝，粵語讀駝，駝龍怪，同駝背嘅駝字係同音。駝龍怪係京河龍王第9個仔，最細嘅仔，但係佢係衰嘅，曾經將唐僧捉到黑水河裏面，想嗒咗佢嘅肉。咁呢一隻就係駝龍怪啦。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咯，唐僧嘅法號叫乜嘢呢？最後一個又長又臭，點讀呢？阿媽呢百米兜，我就話到阿媽呢媽呢媽呢空。呢6個字普通話讀嗡媽呢悲咪空，粵語讀暗媽呢巴咪空。真係好難讀啊！咁呢一個係咒語音譯嚟嘅，冇一個統一或者標準嘅讀法。咁有啲人仲會將佢讀成暗媽你把你空，阿媽你把你空。咁呢一個其實係6字真言、6字真言，亦都叫做大明咒。咁相當於嗰啲媽你媽你空之類嘅啦吓。作用就係貼喺孫悟空壓喺五指山下面500年嘅，就係呢一張咒語啦。咁難就難讀啲嘅，起碼我哋知道佢係咩意思啊嘛，係咪？咁《西遊記》係中國4大名著之一，係好有教育意義嘅。咁希望大家唔好讀錯裏面嘅人物或者係詞彙啦。咁到最後，阿婆話要考下你，唐僧3個徒弟要讀咩名？知嘅話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中國最少筆畫嘅姓氏有邊啲呢？姓一咯，要1、2、3、4個簡單啦。我話姓粵，1筆過不過叫粵乜嘢好呢？要粵本丁啦。姓占卜嘅噃，2筆也不多啊，在廣西、在廣東、湛江、增城好多的哦。不過姓卜叫卜什麼好呢？唔係講笑嘅，一姓雖然好少見到，不過又真實存在喎。喺全國大概有1424人係姓一嘅，主要分布喺山東嘅德州市、江蘇嘅昆山市、河南嘅南陽市、安徽嘅淮南市、山西嘅晉城市都有姓一嘅人。咁一姓係點嚟嘅呢？最早係嚟自南北朝時期，喺嗰個時候就已經有一姓噶啦，係出自鮮卑族嘅越佛氏。咁越佛氏後嚟多數改為劉氏。但係亦都有人改為諧音相近嘅一姓或者係越姓。亦都有個講法係話起源於商王朝嘅締造者湯治天越，咁後世人就將越姓改為諧音相近嘅一姓啦。所以喺呢度可以睇得出，其實越姓同一姓係同宗同源嚟嘅。咁所以呢個越姓同一姓都係中國最少筆畫嘅姓氏。根據2019年嘅統計，咁越姓喺全國大約唔到20萬人口，喺新版嘅百家姓裏面係排名282位嘅。咁姓越嘅人喺邊度分布最多呢？喺北京、上海、山東、山西、江蘇、福建同埋廣東、廣西等地都有姓越嘅人。唔知你有冇聽過或者遇過呢？喺歷史上都有唔少姓越嘅名人嘅，例如話喺漢代有位越嬰、越氏，仲有宋代嘅名人越泰度等等。其實姓一同姓越都幾好啊，又簡單又易寫又容易記，唔使驚同人哋撞名啦，係咪？咁你話如果姓一姓越嘅話，又有啲咩好聽嘅名呢？留言話我知啦。咁講完最少就講最多啦。中國最多筆畫嘅姓氏又有邊啲呢？你估下？姓魏、姓戴17畫喎，夠多未？我就覺得姓苗、姓洪14畫都多啊。复姓就夠多啦，廣西廣東好多慕容的嘛，慕容24筆，諸葛22筆，夠多冇呢？呢啲都唔算啊，有一個姓氏就算係複姓打孖上都唔夠佢筆畫多，就係呢一個姓氏啦。寫出嚟10個有9個都唔識得讀。普通話讀川，粵語讀串。串字一共有30個筆畫，唔好話寫，就算叫你讀住抄，可能都會抄錯。但係呢個字係好有意思，如果你明白咗佢嘅意思之後，你就會好容易記到佢呢個字嘅讀音噶啦。
咁睇翻呢個串字，其實係個會意字嚟嘅，古字形就好似一對手喺度捧住個缽，中間就好似一個灶頭。所以串字嘅本意係指古人喺度生火煮飯嘅場景。咁同得個串字有關嘅，大多數都係同煮嘢有關。譬如話古人講嘅串室，其實相當於我哋依家講嘅廚房或者讀廚房。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叫廚房叫做下間。古人講嘅串鑊，其實就係相當於我哋煮飯嗰隻煲嗰隻鑊。呢一個就係古人對串字嘅釋義啦，所以古人造字係好有意思嘅，就算好多筆畫都好，唔係亂嚟嘅。咁大家都知啦，古時候萬物皆可作為姓氏，有以地為氏，有以官職稱謂作為姓氏，有以職稱作為姓氏。咁如果祖先係識得占卜嘅，就以個卜作為姓氏；如果祖先強項係煮嘢嘅，就以呢個串作為姓氏。所以串姓嘅起源有句講法，話係同祖先識得煮嘢有關嘅。話說係出自周王朝時期嘅官職叫做串官，係專門幫皇室煮一啲美食嘅，亦都叫做灶官，咁俗稱火頭官。咁佢嘅後人就以官職稱為串官嘅串作為姓氏啦。呢個串姓嘅起源係咁講嘅，話喺晉代嘅時候，串姓係一個大姓嚟嘅。當時候喺雲南、貴州、四川呢三個地方係好多姓串嘅人。咁後嚟到咗明末清初時期，咁其他民族越嚟越多，串姓嘅人口亦都逐漸減少啦。而另外一個版本係話喺古時候，串姓嘅祖先因為捉賊有功，所以被分配到雲南一個叫做串嘅地方。佢哋為咗咁同當地人拉近距離啊嘛，所以就將自己嘅姓氏改成串啦。所以喺當時嚟講，呢個串姓族人喺當地其實都幾有勢力嘅。但係一直到唐代，串姓族人同唐王朝玩對抗，咁唐玄宗就派兵去剿滅佢哋啦。導致部分嘅串姓族人逃到深山野嶺去隱姓埋名，咁亦都有啲為咗避難，乾脆改姓。所以從雲南嘅串姓一夜之間衰落就係咁解啦。到咗現代，有啲串氏族人都係因為筆畫實在係太多啦，所以改成意思差唔多嘅崔姓，又或者係其他嘅姓氏。咁所以大家咁少見到呢個姓氏就係咁解咯。不過少還少，其實都有嘅。根據統計，喺全國嘅串姓唔超過1萬人，咁大多數都係彝族嘅。喺山東濟南嘅商河縣就有條串家村，615人都係姓串嘅。仲有雲南嘅曲靖市麒麟區，咁陝西嘅華陰市有個串家村，河北嘅廊坊市，仲有我哋嘅廣西同埋江西老表都有串姓人口嘅分布。唔知你有冇見過或者聽過呢？咁睇翻喺歷史上其實都有唔少姓串嘅人物，例如話喺三國嘅串侄，喺東晉時期有位人物叫做串龍顏等等。現代亦都有一位姓串嘅小朋友，因為個名實在係太多筆畫，太難寫啦，寫到喊晒口，所以上咗熱搜。佢全名就叫做串義熙，加埋我都唔知幾多筆畫啦，反正就好複雜。寫完其他同學仔都交卷啦，難怪喊晒口啦，俾着我都喊啦。你又幫佢改下啦。咁姓串嘅又叫做咩名？好聽又簡單又易寫又容易記呢？幫下佢咯。阿婆呢個字點讀呢？直字啦。咁加多2個直呢？有咩啫？乜有人姓直嘅啊？最多筆畫姓氏嘅第2位就係佢啦。3個直，普通話讀粗，粵語讀速。速字一共有24筆嘅，咁對比起第1位呢一個字易記容易寫好多。咁速字係個會意詞嚟嘅，1個直都夠晒直啦，咁3個直就更加直啦。所以速字嘅本意係指直立嘅意思，例如話速速係指高聳嘅樣子，即係同曲相反。咁至於呢個速姓係嚟自鮮卑族嘅，係出自16國志南北朝時期北魏直勤官爵，係屬於以爵位嘅稱號為氏。古時候直同速2個字係相通嘅，例如喺北魏王朝有個尊稱叫做速勤，咁亦都可以寫作直勤。咁至於嘅就係北魏宗室嘅直係親屬，但係要注意嘅就係3個直呢個速字，咁如果用作姓氏嘅時候就唔好讀速，係讀直咯。所以話直姓同埋呢一個直姓其實係同宗同源嚟嘅。至於直姓人口總數，依家已經查唔到啦，有可能改成單一個直字，亦都有可能係改成木字邊呢個直姓。咁至於木字邊呢個直姓喺廣東廣西邊度最多呢？留言話俾我知咯。咁至於第3位就係竹字下面有個格，其實呢個字筆畫唔多嘅，得22筆嘅啫，但係好少見到。普通話讀于，粵語讀玉。玉字即係賣嘅意思，
嗱，睇翻呢個玉字嘅古字形，下面個格就好似煮嘢嘅架撐，咁個竹字中間有個米字就好似個煲，嗱兩個公字就代表煮緊嘢食嗰啲蒸氣喺度揮發，熱氣騰騰咁嘅樣。所以呢個玉字嘅本意係竹，亦都係竹字嘅古字，但係後嚟本意就消失咗啦，演變成為賣字嘅意思。嗱，譬如有個成語叫做賣玉玉官，係指嗰啲貪污受賄、徇私枉法嘅人；又譬如話玉鵲，係指出賣官職嘅人。用得呢個玉字嘅都係一啲唔好嘅詞彙。咁呢個玉字亦都可以用作姓氏嘅，係出自米姓，係嚟自周文王司玉紅之後。楚文王時有位大夫叫做玉權，而第二個講法係出自此姓夏禹之後裔。嗱，聽講喺佛山南海有呢個姓，唔知係咪咧吓？你有冇見過咧？大多數姓氏都係從幾千年傳落嚟嘅。中國5600幾個姓氏，唔同嘅姓氏，唔同嘅歷史過程，同姓唔一定係同源，異姓都有可能係同宗。咁今期嘅問題係你貴姓啊？你姓氏嘅代表人物又係邊位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唐代詩人叫做杜乜嘢呢？ A. 杜甫 B. 杜甫。我話 A 杜甫，望落好似 B 杜甫喎。咁你係讀 A 杜甫定係讀 B 杜甫呢？留言話我知咯。嗱，呢個字普通話讀蒲符，粵語讀普虎，咁點區分呢？嗱，當讀符嘅時候係指古代男子嘅美稱，或者係表示剛剛嘅意思。嗱，其實喺普通話裏面，大多數情況之下都係讀符。嗱，當讀蒲嘅時候就係通假字通圃，係指種菜嘅田園。嗱，如果讀成圃嘅話，已經脫離咗本意噶啦。咁所以呢位詩人普通話應該係讀杜甫，不是杜甫。咁對應嘅粵語讀音應該係讀杜甫，但係唔知點解讀下讀下就讀成咗杜甫，反而覺得讀杜甫係錯嘅。咁你又點讀嘅呢？嗱，講到呢度又想問下你啦。咁杜甫係詩姓定係詩仙呢？咁廣州呢個地方係讀18乜嘢呢？ A 18府 B 18甫。我揀 A 18甫。恭喜你係錯噶。18甫係位於依家廣州荔灣西關，係西關最早嘅商業區，喺明朝嘅時候就已經發展起身噶啦。咁所謂嘅18甫，嗱其實就係18個甫。咁第一甫嗱其實就係依家嘅第一律，即係從光復北路同西華路嘅交界處。所以喺廣州有句歇後語係咁講嘅：第一律即係無甫。然後大概係沿住光復路嘅西南一直到先寧嘅路口，呢一個就係西關最早嘅商業區啦。咁關於18甫嘅讀音，正話都講咗啦，個甫字明明係讀虎噶嘛，讀甫係通假字嚟嘅，點解會讀18甫唔讀18甫嘅咧？嗱，關於呢個甫字，有人認為係村莊嘅意思，咁亦都有人認為係店鋪嘅意思，仲有一種講法係話呢個甫字可能係捕頭嘅意思。咁點解咧吓？咁原來廣州18甫嘅甫字嘅讀音來歷，講起身係有段古嘅。話說喺清朝末年，平南王尚可喜攻入廣州，準備屠城3日，從西門起一路殺18鋪路。原本係寫舍字加個府，咁亦都可以讀舍字加個甫。其實呢個字係鋪頭個鋪字嘅異體字，係表示店鋪、商鋪嘅意思。喺古時候亦都可以用作地名嘅。不過後嚟王府裏面有一位可能係良心發現啦，咁呢一個官佢叫做王雙全，知道咗要屠城之後，佢就喺度講啦。一鋪就係10里路，血洗18鋪，咪好殘忍。咁於是乎佢就諗咗個法子啦，派自己心腹打漏夜喺城郊外豎個假木牌，每個木牌都寫住各鋪嘅序號，從1寫到18。第二日清兵唔知頭唔知路，就起晒喺度殺佢一條血路。咁殺到真正嘅18鋪嗰時候咧，就停咗落嚟咯。咁老百姓都好精叻噶嘛，為咗避免穿煲，所以靜靜雞將真正嗰塊木牌有個舍字邊個鋪字個舍字刮走咗佢。咁樣一嚟，鋪字就變成咗甫噶咯。咁後嚟漸漸就出現咗一連串甫字號嘅地名啦。雖然偏旁係去咗，但係讀音仍然係讀鋪面嘅鋪，口語發音讀成甫。所以係讀廣州18甫，唔係讀18鋪，亦都唔係讀18府，就係咁解啦。不過仲有另外一種講法係話個甫字其實係嚟自埗字嘅諧音，埗即係埗頭、碼頭嘅意思。咁廣州有好多帶埗字嘅地名嘛，所以就同嗰啲渡口啊、碼頭聯繫起身啦。18鋪即係18埗咁解。咁呢一個就係廣州18甫讀音嘅由來啦。如果仲有其他見解嘅話，留言話我知咯。
咁呢個叫做肉乜嘢咧 ？A 肉虎 ，B 肉脯。我揀 B 肉好，你又覺得佢講得啱唔啱咧？嗱，月字加個脯字呢個字，普通話讀負，粵語讀脯虎，咁點區分咧？如果表示乾肉或者脫咗水嘅瓜果，就讀腐。譬如話菜腐、肉腐、果腐、鮮腐肉、蘿蔔腐。但係平時關於呢啲乜乾物乾，多數都習慣讀成脯，例如話菜脯啊、杏脯啊、蘿蔔脯啊等等。咁當普通話讀脯，粵語讀脯嘅時候，係表示心口嗰個肉。譬如話胸脯，不是胸腹。咁唔知你係讀杏脯肉定係讀杏脯肉咧吓？咁呢個詞彙係讀乜嘢告咧 ？A 卜告 ，B 訃告。我揀卜告。恭喜你，係錯嘅。呢兩個字普通話讀呼交，粵語讀訃告。嗱，訃告即係報喪嘅通知，係某人瓜咗老襯之後，去通傳大家咁解，就為之訃告訃聞啦。咁通常見到有個訃字嘅消息，都唔係好嘢嚟嘅。嗱，順便又講下啦，訃告同卜告係兩回事嚟嘅。訃告係死亡通知書，咁卜告就係占卜嘅卜。嗱，古人迷信嘅時候就會用占卜之術去燒個龜殼，咁龜殼嘅裂紋咧就可以推測到所問嘅嘢嘅吉凶。嗱，呢一個就為之卜告啦。咁呢兩個字咧係讀乜嘢體咧 ？A 同體 ，B 動體。我揀 A 同體。恭喜你，又係錯噶。無論普通話定係粵語，90%嘅人都會將佢讀成同體啊嘛，同體。但其實普通話係讀東體，粵語讀動體。古今音只有一個讀音。嗱，動嘅意思即係話除咗個頭、四肢同埋內臟以外嘅呢一個殼就為之動啦。咁動體即係指光禿禿嘅身軀。嗱，第二個係表示大腸嘅意思，譬如話動肛，即係話嗰個肛門啊。咁呢兩個字係讀菜乜嘢咧 ？A 菜蛙 ，B 菜葵。我揀 B 菜葵。恭喜你，終於啱分次啦！嗱，田字加兩個土呢個字，普通話讀柿，猜柿，粵語讀葵，菜葵。嗱，葵係指田園裏面分成嘅一塊塊小區，即係話一小塊田地咁解。咁喺古代亦都可以表示土地面積嘅單位，50畝就為之一葵啦。咁菜葵嘅意思即係話菜地、菜園咁解。嗱，關於容易讀錯嘅字，暫時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如果仲有其他想知道嘅讀音，底下留個言。咁到最後，阿婆話要考下你嗰兩個字點同呢種用紅 ？A 讀遠紅 ，B 讀碗紅。留言話我知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